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来认识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郑先生34岁，来自山东，培训师；殷女士37岁，来自吉林，个体。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我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我就是想问问我的老公，他是因为爱我才和我结婚的，还是因为年龄到了为了结婚而结婚？我觉得他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好日子不会好好过啊！我们都已经结婚了，谁还一天到晚的把爱挂在嘴边？对于我来讲，虽然我是第2次婚姻了，但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彼此相爱的基础上。如果说他对我没有爱，那我们不如趁早分开。您是头婚哈？对。啊，你们结婚刚多长时间呀？我们结婚还不到1年，不到1年就来爱情保卫战啦。今天谁要来的呀？是我要来的，就是我们俩是闪婚嘛，所以我觉得我有点后悔了，我感觉有点太突然了。我觉得婚后呢，他并不爱我。闪婚多久闪的？相处了1个多月就闪婚了。你够有勇气啊！你都第2次婚姻了，你还敢闪婚呐？因为我当时吧，我就觉得我这么多年了，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我也很累，然后也想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说句最心里的话吧，我也想给自己减轻一些压力嘛。他家这个条件，我觉得还是挺适合我的，因为他没结过婚，然后家里就他一个孩子。哦，就他一个孩子。您自己带着孩子是吧？对。孩子多大了？孩子10岁了。我上一段婚姻是在我儿子没出生的时候就分开。方便说上一段婚姻这个分开的原因吗？是在我这个孕期的过程当中，他出轨了，所以就非常果断的就离开了，对吧？然后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对。哎呦，那您挺辛苦不容易哈。你接受他的孩子哈？对，接受。相处的咋样啊？我觉得是相处的是挺好的。想想说他没结过婚，自己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对吧？所以我始终吧也没跟他说商量说2个人再要孩子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你既然跟人家成家了，就应该再给人生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孩子。然后我就也找了中医看了，当时呢说可能我是有点那个宫寒，然后稍微还有点贫血，调理了半年多的时间吧，始终就没怀上。我俩就商量了一下，说咱们俩去那个医院做一个孕检吧，去看看。到了医院之后呢，是因为这个女人查体吧，它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时间，我就没查上。当时呢，她做了一个男科的检查，就是她是健康的，没有问题。然后其实当时在这个时候，我压力就来了，她没有问题，一定就是我的问题。你说本身我自己带个孩子到了人家，对吗？人家还是头一婚，然后我自己身体再有问题，我压力特别特别的大。不是，当时我也安慰你了嘛，就是让你放平心态。对呀，你当时是安慰我了，可是后来呢，我在8月份的时候我就去检查了，就查完了之后就是说我双侧输卵管堵塞。然后当时他是去上班了，然后我就给他发信息嘛，我说老公，我说我检查出来有毛病了。他当时他就是那种，就是他不但不安慰我，反而就是说更加强烈的，就好像那种就这个孩子必须得要，你无论想什么办法，我都必须得要这个孩子。我联系了，就是包括济南那边的医院呀，还有咱们这边包括这青岛那边的医院，我都去联系了，就说输卵管这个东西很好通。你以为跟通下水道似的？说的真轻巧。我也有跟他说，我说特别特别的痛苦，然后他也还是强烈的要求你治疗一下，去通一下试试。然后在这个说要去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不跟我去。本来假比较少，万一查不上，那不是浪费时间吗？你老婆要去通输卵管，他怕浪费假，对。就是说，你看本身你说医生这边我都约好了，那我也不可能不去吧。在通输卵管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液体我打进去4毫升不到的时候，就是我就已经就是疼的就已经不行了。医生说你现在这种状况，我有点担心了，就是你不要继续再忍了吧。那咱们就下去吧，就这样，就是把管子就拔下来了，然后医生就在那个台子上就把我扶下去了，扶到外面那个医院那个走廊的那个长椅子上，他说你坐在这儿给你的家人打个电话吧，你这样的状态下你根本就走不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嘛，我就给他拍了一个我躺在那儿然后我哭的视频，然后我又给他打视频打电话，打了很多很多，他始终都没有接。那会儿我正在上班，本身
代工厂里又比较吵闹，然后还要给员工做培训，那会儿没培训完，那手机也没落着看。然后后来培训完了，那么后来又给他回过去了都。是给我回过来了，可是你给我回过视频电话的时候，你看见我在那儿哭，我那么痛苦，我说老公你请假吧，你赶紧过来接我，我已经回不了家了。可是他说的什么？你躺在那儿缓缓吧，你一会儿就好了，不疼了你自己就回去吧，是不是你说的？当时在班上走不开嘛，这不是？看着我都这样了，他说那你自己打车回去吧。然后你就打车回的呀？对，我自己打车回的家，回去了。你最起码你给我打个电话问问，老婆你现在还疼不疼？好一些没有？没有。这件事最后翻篇了，对吧？对，最后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他就是反反复复的强烈要求，只是说你通不了了，那你还可以试管吗？然后我也去试管啦，去了医院，然后就是说登记了，但是没做。因为做试管这笔费用不小，然后人家也是说这个女人也是承受很大的痛苦的。现在这事儿怎么样？是搁置了吗？对，我就觉得吧，就像他这种的，其他小事儿我都可以忍受，但是这种的他不疼我不爱我，我就是没有必要再去忍受这种痛苦去给他生孩子。还算你稍微清醒一点点。刚才我问他，我说对你孩子怎么样啊？他说他自己觉得挺好的。那我听听你怎么说，他对你的儿子怎么样啊？他对孩子从来都不管，也是一样漠不关心。就是孩子有一次嘛，大半夜的12点多了，然后突然发烧39度多，他那个时候睡觉睡得呼呼的，我就一直推他扒拉他嘛。他说干什么呀？就是态度特别不好。我说孩子发烧了，你赶紧起来带我们去医院。结果呢，他迷迷糊糊的来了句：“哎呀，小孩这发个烧能怎么样？不，我明天还得上班呢。”啊，本身我们小时候似的，吃个药片退烧药，然后捂背发汗，不就好了吗？生病不关心，那平时跟孩子，比如说陪他玩吗？或者陪他写个作业呀？他对孩子就是说怎么说呢？一开始吧还是很好的，如果说不好的情况下，我俩走不到一起。然后就是后来态度越来越不好了，总是跟孩子吼啊、叨叨什么的。为啥给孩子吼啊？他不是那会儿。我本来下班在那个沙发上休息啊，干了一天活，在那比较累，结果呢，孩子突然拿个玩偶过来打我头。哎，我说那一个小孩子打就打了嘛，能有多疼，对吧？那是开玩笑还是真打？孩子就是开玩笑嘛。啊，因为孩子撒娇和孩子真的动手这是两回事嘛，是吧？对，做父母的应该能看出来孩子在撒娇还是在干什么。关键他不是做父亲啊，对，他不是从小陪他长大，所以他对有一些行为认知是不一样的。孩子那现在对他的这个感觉和态度有变化吗？有。因为他从来都不陪孩子。就是孩子他嘴上不说，我能看得出来，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爸爸不是真心的爱他。就是刚才我听到你说，你觉得你老公不心疼你，不爱你，你为什么会如此肯定说这个男人他不爱你？因为他在喝完酒之后，他亲口说过，说你看你胖的邋里邋遢的，就是说我又胖又丑。然后呢，他呢下班了不回家，在那个单位里边打游戏。然后他也不带着我去见他的任何朋友，就是说从我们俩相识到现在，他身边的哥们儿兄弟还有单位里的同事，我一个都没见过。我每次就是要出去的时候，我都会提前跟他说一声啊，我说你要不今天跟我一块去吧。然后他说不去了，在家带孩子。是我不想去吗？我是说不去了，就是他那种态度，就是根本就没想带着我。那我看他根本就没想带着我，那我还那么就犯贱吗？死皮赖脸的，非得跟着他吗？那你俩结婚的时候，他朋友不应该跟你们一起吃饭办婚礼啊？不应该见吗？没有，结婚的时候没一个来的。红包给了吗？红包都给了，然后人都不来，人没过来，这好像不太合理吧？这就是人缘差嘛，对吧？然后这不有一次他跟那个同事们一起吃饭嘛，他那次他确实是喊我了，但是我看他的表情，他就是不愿意带我，所以我没去。他就喊过你一次，还是喊过你很多次？一次，就喊过一次，对，就喊过那一次。后来呢，他喝多了，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过来接我吧，我喝多了，我就去了。我还走到半路的时候，电话又来了一个，那个你别进来啊，你别进来找我，你把车停到路边等着我就行了，我自己出去。本身现在他就是处在这个备孕状态嘛，
再加上那个酒店里人多嘈杂的。你刚才是想说人多眼杂吗？人多嘈杂。我留意到了，你改了一下。因为比天就是说人来人往的特别多，在那吃饭的也比较多，烟酒味又比较重。如果说进去了，对身体不好。我觉得不是他说的这个理由，我觉得他就是不愿意让我见他的朋友。然后到家了之后嘛，他也是喝了点酒，一把把我这个身体就这么揽过来了，这么就是摸着我的肚子。哎呦我的天哪，你是不是又胖了？那我问你，我为什么会变胖？你不知道吗？在备孕这半年当中，就是说我吃了多少激素类的药物。哎，他除了就是不带你去见他朋友，比如有一些照片发在朋友圈什么之类的，他从来都没有。就是我们两个除了结婚照、登记那个什么结婚证上的照片，没有同框过。你看有一次就是说，我们一家三口就是出去玩了嘛。然后我就在那块儿，我这给孩子拍照嘛，拍完了照片，孩子突然就说了那么一句：“妈妈，你把手机给我，我给你和爸爸拍一张。”结果呢，他就下意识的咔扭头就过去了，就是那种特别的不情愿，直接头就扭过去。不是你说属于地下婚吗？是见不得光吗？不是见不得光，是我平时本来就不爱拍照片。他不爱拍照片吗？那我没见过，因为我也不看他的手机。他拍的估计也不给你看，不只是不拍你们两个人。对吧？所以你看，里面的它不展示到外面，外面的它不展示到里面，是吧？内外隔离一堵墙。对，说白了就是年龄到了，可能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吧。你心里一直有这个问号，对吧？对，今天来这儿来求证来了。对，哎，那个他在家里面，比如说，帮你搭把手做家务什么的吗？从来都没有。然后呢，到了家也是抱着手机打游戏。正常来讲，你说你都已经结婚了，你也接受我的孩子，对吧？然后你说你又是个本科协理，现在孩子上4年级，就是这个作业完全你都可以辅导的。那你至少到家了，你可以问问儿子，你写完作业了吗？有没有不会的题呀？爸爸看看，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吧？他是不会的。下班了玩个游戏怎么了？本来就是说上了一天班，跟谁打游戏啊？听着就是一个女的，因为我没有听到别的队友说话，我只听到那个女生说话。那是我之前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就是说我们在一起打了1年多了嘛，这不空了的话就有空就一起玩嘛。只是玩游戏吗？那还干嘛呀？他在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出来这个女生是一个主播，然后他会给他刷礼物，然后还给人家就是说游戏里面给人家充值买皮肤。人家是带我升型，然后平时也一块玩。就是陪玩是吧？你点的陪玩？不是点的陪玩，我们一起玩了很长时间了嘛，就是说偶尔送个皮肤，然后表示一下感谢。什么皮肤就是一充一花好几千啊？那又不是一次性的，这多长时间了？这都是他给你买啥化妆品吗？从来都没有过。我生气就生气在这儿。你生日他也不送礼物啊？我生日可能他都不记得。你老婆生日哪天？不知道，忘了。你的工资给他吗？给，然后自己留点加油啊，然后平时一人花销。你还好意思说工资给我？我们俩从结婚一直到现在为止，咱是8月份我查出这个双侧输卵管堵塞的时候，我歇斯底里的跟他闹过之后了。他才从他就是9月份他发工资的时候给了我那么一点点，你觉得那点工资够干什么的呀？我们先来捋一下啊。房子是谁的房子？我们就是住的农村的那种自建房。自建房哈。对。那这里面也会有一些生活的开销嘛，比如买菜做饭、水电、煤气、什么柴米油盐这些东西，这些费用都是谁在出？都是我在花。所以说我就觉得说，你说我跟他结这个婚，我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他的时候，我顾着我儿子就可以了。对呀，这有了他了，我还得顾着他们一大家子，我还得顾着他，给他洗洗涮涮伺候他，我是等于又多了一个儿子嘛。你跟公婆关系咋样？你怎么就闪婚呢？可以的，挺好的，是吧？公婆对孩子呢？对孩子也特别好。所以你坚持到现在的原因，是不是有一半是因为公公婆婆呀？是。所以今儿这个是殷女士要来的，您今天来就是第一，刚才一直在说，反复在说，想问问她到底是不是爱您的，对吧？那还有其他的诉求吗？我就觉得，如果说他真的不爱我的话，我们这段婚姻就没有必要再去维持下去。那如果他说我爱你，但他依然还是如此行事呢？那不行。他如果没有所改变，我还是要坚持分开。接下来这样，我们先来听听今天同样来求助的高先生和傅女士。我觉得男生太冷漠了，就不在意女生的感受。如果我是这个姐姐的话，我就不要跟他过了。先生呢，您怎么看？我感觉这个大哥挺性情的，因为我感觉一个你像正常没有结过婚的男的，他一般都不会
去接受一个带孩子的那个。你看到了吧？这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真的是差异太大了，把你开除出男性行列。哎呦，我的天哪！来，接下来我们听听我们各位老师怎么说啊。我首先觉得，这姐姐不管你未来跟不跟这个男人在一起啊，我觉得你对任何的男性，其实首先都不要给对方找理由来委屈自己。且不说这个男的怎么样，但是你也有一点，我觉得过于理想主义。就是因为当对方在第一次对你冷暴力的时候，你没有告诉他你触犯我的底线，你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所以当他对你做出了就是伤害你身心的行为的时候，你一忍再忍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人不值得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爱他。因为如果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让你付出可能半条命的代价来爱他的话，那这个人我觉得他不是良缘。然后他可能因为新鲜感，他可能没有接触过你这种类型，然后他当时一冲动，脑门一发热，他结了这个婚。但是我也相信他的结婚之后一定有很多人去跟他说，或者是让他听到一些嘲笑的话语，从那之后他可能就会觉得怎么这样了呢？他的对于这段婚姻关系的不稳定，我觉得第一个是影响到了他的社会关系，第二个其实是影响到了他对于他自己人设的打造。他确实觉得你是一个减分项，就是从他心里来说你就是配不上他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男生他可能得找一个那种就是能够拿住他的女生，是女生而不是女人，因为他这一型的男人他其实特别吃绿茶小作精那一套，我觉得你们俩不合适，就趁早掰。我很同意文佳老师刚才说的，这男生认为你是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个减分项，因为一个都不来他是不合理的，对，因为人家给了红包了，是啊，多多少少有那么几个人想要来吃一顿，对不对？他一个都不来，一定是他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从结婚的那个瞬间，他已经发现，哎，你好像在人际关系里面已经变成了别人嘲弄他的一个口实了。第二个，为什么如那个男生说的，哎呀，他好有气魄呀，连你有小孩都能接受，为什么会做这个决策，你知道吗？因为很简单，他从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巨大的优点，就是你是一个无怨无悔付出的人，你身上有他想要的那种母爱，这是他真正想要。为什么？因为他一直以来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一个骄纵的妈宝，这是他的问题。那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就是传统的强势女人，你不是不强势，问题是你的强势是假的，是虚伪的。为什么？中国传统女人的强势是从土地里面刨石齿。什么意思？这块土地很贫瘠，它种不出粮食来，但这块土地是我的，我非得在这块地里面种出粮食来。你是不是这个样子？你所有的强势都在这个地方，我必须要改变你，你怎么能不这么对我？为了你，我可以做出什么痛苦我都可以忍受，但是这块地里面一定要给我把粮食给种出来。那你20多岁的时候的心气去哪了？那个男人在你孕期出轨，你转身就走，自己带孩子的心气去哪了？姑娘，你发生了什么变化？37岁带着孩子，你应该是光荣的。这个10岁的孩子不是你的拖累，他是你的勋章。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不应该哭，你应该笑，因为我很钦佩你。你不需要从贫瘠的土地里面找食吃，因为你足够好，因为广袤的天地里面有的是你的天地。谢谢陆琪老师。我听下来啊，我就觉得就俩字儿，活该。我一直都带着一个问号，这个问号是什么？你经历过一次婚姻的洗礼，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为什么还能够有勇气去闪婚？这个男人当时到底吸引你致命的那一点是什么？我觉得今天的一切都是自找的，包括要孩子这件事儿，你在自己折磨你自己。你觉得我必须要生一个才能证明我们的关系，才能证明我爱他，才能证明我们结婚，我们的家庭能稳定。可是你明明知道，就算怀孕了，他依然可以出轨，因为你经历过，你怎么还可以傻到说这个婚姻是靠孩子来维系的呢？还有一点就是你太缺爱，太自卑了。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向外求，从来没有向内找过。在任何的关系当中，有3个字是特别具有破坏力的，就叫做牺牲感。你在这段关系当中就是一直怀揣着牺牲感，我在牺牲，我在牺牲。当你一旦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你们就是不平等的。你长期在被打压的状态下有这种牺牲感的时候，
你就会不满，你就会抱怨，你就会怨恨，你就会痛苦。这个男人从始至终他没有变过。如果说他爱过你，一开始的爱是1分，他现在也只有1分。你不是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吗？他到底是因为爱我娶我，还是因为他到年纪了要结婚而娶我？这个答案应该就在你心里，马上呼之欲出了。你只不过想借我们的嘴替你说出来，但我们就不说，你自己想去吧。我觉得你们2个人在一起，更像是一场对方人生相互兜底的样子。他到了年纪了，他怎么都得结婚了，那都催我结婚的话，那就结婚吧。找你了，你觉得哎呀，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在过去这种婚姻史上、情感史上感觉好像很简单的一个人，像是一个咱说抱团取暖这个话，你们俩还没抱成团，但是确实变成了相互兜底。所以如果是相互兜底的人生，能那么容易散吗？我觉得不会那么容易散。所以把兜底变成抱团取暖，可能是你们未来最好的一种选择。坦白说，我没有对这个男生多么的愤怒，给我最大感觉是你们2个人都很孤单。男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他请不来别人。男生没有什么社交，所以在游戏里头找到一些成就感。男生更没有和异性甚至于和孩子之间沟通的经验，因为他不会爱，他自己挺孤单的。我认为他在你们的相处这1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也挺舒服的，因为你特别像一个妈妈，你给他所有的那些付出，包括不管他要工资，然后呢给他做家务，心疼他所有的行为，他觉得是应该的，因为我们结婚了，你妻子就应该做这事儿。他没有体现出爱，同时他也不太会去付出爱，他做不到孩子的一声爸爸他就有责任了，没有，他只隐约感觉好像说这是一个家了，因为有孩子了，所以我也要一个孩子，我要成为父亲。他不会爱，他很孤独，没有人懂他，你不懂，你给他是什么？你试图用所谓的强势，但背后是脆弱，去控制他。我查岗啊，我要保证你不能出轨，你不跟我合影，这是问题，等等等等。但你在要，你之所以能够闪婚进到这段关系里，第一，你也是孤单的；第二，你是很担忧的，同时你还很坚韧。然后，爱这块你有吗？不多，更多的是我现在的慌张。我突然找到一个哇，学历比我高，又是一个培训师，还是蛮有光环的，赶紧拯救我，脱离我现在的困境吧。所以你一下进来之后，你们俩现在没有谈过恋爱，我认为。所以说你们俩能不能之前没做的事儿，这课咱补上，咱们先去谈恋爱。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我再疼，他感受不到，他不能理解，他没有那份心疼，他只有说我是作为你老公，我应该去那儿，可我忙，我就可以不去，你自己打车回来，这就是他的逻辑。所以我认为2个孤单的人都本质上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在一起能够谈恋爱，走进对方的世界，好不好？老师们都说完了，怎么做选择，你们2个人自己做决定。那接下来的时间，请2位稍事休息，我们跟第2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高先生24岁，来自山东，兼职外卖员；傅女士26岁，来自山东，客服。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后悔和他结婚吗？不后悔，我肯定不后悔，因为我媳妇儿特别能包容我，不仅上班挣钱，而且下班回来还给我做好饭，这日子也太美好了。他可是美好了，我可悔得肠子都青了。谁能想到他结婚后这么不思进取，不工作不挣钱，一天到晚就知道摆烂躺平，这日子没法过了。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请大家帮我下个决心，彻底摆脱他，因为他不仅大事上3番2次的欺骗我，生活小细节也让我抓狂受不了。我不想再这样了，长痛不如短痛吧。我们才结婚半年多点儿，正是磨合期呢，更何况我都愿意改了，他为什么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呢？哦，今儿是要来分手的是吗，姑娘？我要跟他离婚，要离婚的哈。就我们今天的统一目标就是给他们劝离了，我们就完成任务了，是这意思吗？
也不是。被吓到了。开玩笑，开玩笑。慢慢说。哎，我们也不是上来就拆的，得看情况。这样啊，因为新婚夫妻嘛，所以咱们先做个小游戏。就是刚刚新婚夫妻，大家说听到对方的优点请睁眼，这个玩过吗？玩过，玩过是吧？你俩在家玩过哈？玩过啊。那咱在现场玩一次好不好？好的。现在你们俩这样，就是同时都闭上眼睛，听到对方的优点请睁眼啊。来，第一个优点，会做饭，会主动包揽家务。男生睁眼了是吗？睁了。啊，睁了。好，来，第二个优点，有耐心。哦，都睁眼了。好，来第三个优点，会主动承认错误。好，来第四个，有上进心，回消息快。这是同时吧？同时睁眼了。没有啊，男生又闭上了。哎，你到底是闭还是睁？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哦，半睁半闭。半睁半闭。好，那咱就算他算快吧。好，来下一个，和别人有边界感。哦，好的。同时。温柔，都闭上。男生不仅闭上，还摇摇头。会主动哄你。哦，来最后一个，他会主动送礼物。都睁了。他这个是婚前的时候会主动，但是婚后就不送了。哦，所以这个婚前婚后是有区别的哈。对。哎，刚才这小游戏玩完，陆琪老师你有啥感觉？我觉得这男生不挺好的吗？就除了不上进、不挣钱，婚后不送礼物，不是因为没钱吗？啊，我哄他呀，什么都还做得挺好的，是吧？那咱们就听听，看看，哎，10个问题，那同时其实数量都是6。嗯。哦，虽然有此消彼长啊，此睁那边闭啊哈，但是都是6。对，而且他俩有经常一起睁眼睛的时候，所以其实通过这小游戏就能看得出来两个人夫妻的关系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陆琪老师还觉得你俩挺好的，这咋就半年了还来了我们这儿了呢？我们婚后去度蜜月嘛，从云南回来之后，过了2、3天他就裸辞了。我说你为什么辞职啊？他说我不想干了。那我就很生气啊。你为什么在我们结完婚之后2、3天你就立马离职了呢？因为我们不是刚结完婚去度蜜月嘛，大约有大半个月时间，度蜜月回到原来单位了。一看自己原来的工作就有人在干了，然后领导说让我回来等个2、3天，等个2、3天之后也没啥信儿。我想着自己原来工作也被别人干了，自己也不知道该干啥了，那还不如自己辞了呢。我觉得其实这是被辞职。所以，那你辞了职，你就是刚才你老婆说你得玩2月，就歇2月，是真歇了2月呀？我也没有真歇2个月。辞了职之后，我也去面试了好多，就是化工厂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工厂，也去做过，也去干了一段时间。怎么样啊？感觉行业跨度太大了。你可拉倒吧，你就干了3天就跑路了。那天中午的时候，他给我拍了一个他吃饭的图片。那跟我说我在吃午饭呢，我一看这个饭盒，这不是我们家的饭盒呀，我就问他，我就质问他，我跟他打视频他也不接，发了很多消息他也不回。哇，你发这么多他都没接没回啊？对，我发了很多消息他都没回，打电话他也不接。你看一下那个饭盒，那个饭盒一看就不是我们家的。他当时就只在乎饭盒，然后还给我发消息，让我就摆个动作，然后让我给他录个视频，看看我在干啥。我当时手都磕破了，他都不关心。你连个皮儿都没破，你就知道博同情，让我心软原谅你。不是，等会儿饭盒这事儿没说明白呢，怎么了？他拿的不是你们家饭盒，那可能他拿别的同事的饭盒，这有什么问题吗？这事儿，那就说明他肯定不上班呀，他肯定是出去玩去了。你通过了一个饭盒判断他不上班，因为他喜欢上网。之前的时候他去过沙场，而他跟我说去上班了，实际他是跑出去上网了，有过前科，所以这个你就开始怀疑了。对，他又没在单位上班。对，而且我给他打视频他也不接，发消息也不回，他肯定心里有鬼啊。你当时是不是在单位？那饭盒谁的？当时我确实辞职了。照片哪来的呀？是的。他就让他同事给他拍完一个吃饭的照片，然后他再转发给我。因为这个工作干了大约有3、4天吧，感觉跟我之前工作的那个差感太大了，太累。
对。那你2个月也没有上班，你在家给我做做家务，给我做个饭也行呀。结果呢，我回到家打开门，看到他躺在沙发上玩游戏呢，哐哐的在那打游戏。我问他饭呢，他说我给你10块钱，你去楼下喝碗汤去吧。我之前给他做过饭，他嫌不好吃，没那种味儿。你可拉倒吧，你做的那个是饭吗？你蒸的米饭都不熟，都是夹生的，你让我怎么吃啊？你就是没有那个心。那我给你做的话，你一顿骂，做完之后又是一顿骂，那2顿骂，我还不如让你直接下去吃，吃完就挨1顿骂。那我直接在下边吃完上来就得了呀。那你在家就相当于躺那儿摆烂呗。他一天24小时能睡16个小时，他还背着我贷款呢。那天的时候，我看他在手机充电，睡着了，我就鬼使神差的偷看他的手机，结果有一条短信是一个催款短信，我才发现他背着我贷了3万块钱。他一开始不跟我承认，在我的威逼利诱下，他才说他拿着3万块钱去买彩票去了。因为天哪，当时我朋友有些朋友他也买嘛，然后看着挺赚钱的。3万全投进去了，那你大概中了多少钱呀？刚开始是赚的，但是赚的太少了，我就想着去借点钱，加大投注的那个额度是吧？然后稍微赚的多点，不然也是在家没啥事儿。那我要是没发现呢，那不得10万8万的，甚至100万呢？你就是发现了，你也不应该跟家里说，闹的也挺别扭的。我跟公公婆婆打电话了，让他们过来。公公婆婆来了以后怎么了？把那个钱给我们还上了。他非得跟那家里说，搞得我。那不然咋办呢？不跟你爸妈说，这钱怎么还？你告诉我。我自己慢慢就还上了呀。哎呦，你都不去工作，你去哪里还？我当时找了兼职，慢慢还了。你干啥兼职啊你？那不送外卖吗？哎，现在是也在送着外卖，对，就兼职送着。他送外卖怎么样啊？兼职反正送着呗。他送外卖第1个月还可以，赚了3、4千块钱。但是我不想让他去送外卖，因为觉得风吹日晒的，是挺危险的这个工作。我就跟他说，你快去找个班上吧，就是朝9晚5的那种工作。但是他不想去，他想要自由。那9月份，那我就跟你说，那你9月份你赚到5000块钱，那我就让你继续送外卖。他答应的挺好的。到月底的时候，他就给了我500块钱，然后他给我看他的手机，一共就赚了1500块钱。其中的1000块钱都投到网吧里吧，通宵去打游戏去了，晚上打游戏，白天回家睡觉。老师，你知道我怎么发现他去网吧打游戏的吗？怎么发现的呀？我看他的微信步数只有几百步，一天几百步。我说你送外卖怎么可能一天就几百步？我今天都带来证据了。就是那200多步的应该都是在打游戏，对吧？2000多步的是真的在送外卖，4000多步的也应该在。4000多步对送外卖也是很低，不应该。对，也算跑得少的。一般外卖员都得上万步。那我也改了呀，你上网这事儿，我不是写保证书了吗？你可拉倒吧，你那保证书在我们领证当天的时候他就给我写了个保证书。当时的时候我们领证回来之后，晚上大冬天的时候，他开车。路上一辆车都没有，他开车撞马路牙子上了。我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怎么睡着了呢？他说都怪你暖风开得太暖了，你音乐放得太舒缓了，我不喜欢听这个音乐。不是你们这经济条件，你们还有车呢？这个是我婚前的时候爸爸给我买的。哎，那这情况写啥保证书啊？他保证以后再也不开车睡觉了。那个屏幕上的这个保证书是开车不能睡觉的保证书是吗？哎呦我的天，那你手上拿的是什么？来拿过来，我们看看。我待会儿读完我会还给你的。保证书，尊敬的老婆大人、富美女，我希望你能原谅。原谅的原都写错了，大哥，这是愿意的愿。原谅我这次没听话就瞒着你和朋友去上网了，我没有做到一个合格丈夫该做的义务和该尽的责任，我不应该让你老是对我不信任，我做的事情太蠢，太让人生气，我保证我会细心去做一些事情，不应该在本该工作的时候去贪玩去上网。回来后我想了好久，我不该这样做，我诚心改过，希望你能给我这个机会，我会承担起作为一个丈夫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担起咱们这个家庭的重任。你看完了，你相信他说的话，相信他的保证吗？我不相信，因为之前的时候每次他就是
知错不改的这种人。他认错态度倒是挺好，也不跟我吵，就知道我错了。结果呢，依旧不改。那没啥用，你就直接撕了吧。OK， 真的没啥用。我这天哪！之前保证的我都改了。你送外卖你就送了几周？1周吗？从那个中秋节到现在。姑娘的意思是你刚刚表现了1周，这不足以为就是我信任你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得以观后效，是这意思吗？姑娘，对，我对他已经没有信任了。哎，你刚才说你们2个人就说婚前和婚后他的这个变化特别的大，对，就觉得你觉得他除了这个就工作上面没有谈恋爱的时候那么上进努力，还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呢？就是在婚前的时候，比如说七夕呀、过节呀什么的，他都会给我送礼物、买花、买蛋糕什么的，带我出去吃饭。结果婚后呢，什么都没有了。那结了婚之后还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吗？他在洗衣机里洗袜子，把洗衣机都洗臭了。你再买一个小的专门洗袜子的洗衣机就行了，现在很便宜，这事儿很快就能解决掉，没事儿。还有啥不满意吗？而且他就是不爱洗澡，我让他去洗澡。对，我让他去洗澡的时候，他就3、5分钟就出来了，而且跟我说什么饱不洗头，饿不洗澡这种荒谬的言论。还有他碗，他洗碗的时候只洗里边，背面不洗，背面都是油。洗了之后他也不放到橱柜里，就放在那个台子上晾着。我都感觉现在他已经开始对我这个人有意见，不是对我做的这些事。你才反应过来吗？一直就对你这个人有意见。对呀，姑娘，你当时怎么找的他？那结婚之前的时候他也没这些毛病呀。你跟结婚跟他在一起待多久啊？我们是在一起1年。恋爱1年才结的婚，他也没在一起生活，有这些细节的事情嘛，对吧？对，因为婚前的话没有在一块生活过，对呀，结婚之后就发现这些问题了啊。那婚前的1年他都有工作吗？有工作，他工作还挺好，每天按时上下班，还给我转账，还转520啦、1314啦。结果呢，结婚以后他就不上班，天天在家摆烂，骗子。今天是姑娘要来的啊，一来了就说要离婚。对，因为这些小事儿，大大小小的事情让我太崩溃了，受不了了。而且他认错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他就是不改。对，就这个最气人。错了吗？错了。改吗？不改。行，今天就是要分，对吧？对。我来还想让他给我个机会呢。哦，您是想要一个机会，对呀，让我们帮着劝劝他，对呀，别这么生气，是吧？那我都给了你多少次机会了？所以呢，这刚新婚的小夫妻，这日子到底该咋过下去啊？来，我们先听过来人郑先生和殷女士，你们听完他们这个小夫妻的日子，觉得他俩能过下去吗？如果就是说同样都是女人，站在这个姑娘的角度上吧，我觉得趁着现在嘛还年轻，当机立断吧，快刀斩乱麻，赶紧分吧，对，是吗？赶紧分吧，因为这个男孩他纯粹他就是我感觉他智商好像也就在7、8岁的那样吧，他根本就没长大。来听听你老公怎么说啊？你觉得他们有必要吗？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本身刚结婚时间又很短，肯定是需要一个磨合期的。这个磨合期，但是就是需要2个人去共同去解决一些问题，而不是说一直单方面就一个人去要求去另一个人改变。那如果说他光去要求了，他还是不改变，光写保证书那是没用。而且关键的是，还是说看我这老弟的他的行动。接下来我们看看老师们觉得是要分还是要和呢？我觉得女士也没想分，她只是想回到一个谈恋爱的状态。她其实是觉得结婚应该是比谈恋爱更幸福的，但是她跟你结婚之后，她觉得其实还不如谈恋爱。所以那她就想着说，与其这样的话，那我不如过回我谈恋爱的日子。所以她的要求是回到他以前的那种心理状态。男生来说的话，我觉得他才24岁，就这个年纪的男孩，他其实就是个男孩子。本身男孩就比女孩成熟的要晚，就是所以他其实像个弟弟一样，我觉得这个情况是正常的。但是你要想清楚，就是你现在已经是别人的老公了，你做事情之前你要有一些责任感。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你妻子做的挺对的，就你买彩票这个事情，他就应该跟你父母说，因为你毫无自制力。如果你的父母都管不了你的情况之下，那以后你的人生就会塌陷。当你有可能塌方的时候，你们俩现在是一个家庭，他只是保全他自己的权益，我觉得没有问题。
如果你老婆不管你了，你回去还是个单身汉，你一个现在就是一个兼职，你还不是一个有着稳定工作的人，你老婆都可以跟你这么过着，我觉得人还是要有一点感恩的心吧。这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女孩你要多鼓励她，告诉她你有什么优点，我跟你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你有什么优点是别人没有的，那么你可以去引导她，你说我觉得你可能做这一类型的工作，可能你的自驱力会更强一些，可能我们的家庭氛围也会更好一些。所以不只是他的问题，你也有问题，我觉得大家各自自省吧，就是离婚我觉得不至于。奸懒馋滑，这个我要跟你讲的。你说那个公司冷落我，我要 gap 1个月2个月，我完全能接受。但是你 gap 半年，不代表你不学习，不代表你不进步，不代表你不去摄取别的信息，我就天天在那边打游戏。对，你根本就是躺平。躺平是什么？躺平就是我今天躺下了，然后我接受，从此以后我不再进步。明天的我和今天的我是一样的，1年后、10年后的我跟今天的我也是一样的。你放弃了自己的人生，兄弟。如果今天连这么一个女人她都放弃了你，在这个世界上谁还会对你有所期待呢？我说你奸懒馋滑4个字，你面无表情，不是面无表情，你甚至还有点微笑，你觉得这是好话吗？这不是好话，我不希望那样。兄弟，人要活出一种精气神来，你得让你老婆尊重你，未来说不定有一天你们还得有孩子，你得让孩子尊重你。所以呀，从今天开始，你就想一想，你的未来从今天开始成长起来。陆小儿看问题就是非常的毒啊，我其实还挺不看好的。我觉得他们2个人都没长大，然后匆匆忙忙的就进入到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就像2个小朋友在穿大人的衣服和高跟鞋一样摇摇晃晃的，那一定会摔跤嘛。因为2个人都没有意识到从恋爱到婚姻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只是觉得说我们该结了。婚姻到最后结完了之后是要干嘛？我给你们打一个比喻，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就像在山下面，空气也好，风景也好，有吃有喝有民宿，然后这2个人呢就搭伴一起要去爬山，山顶就是婚姻的现场。你们从山底往上爬的这一路过程，可能会经历争吵，会经历风霜雨雪，你们坚持下来了，恋爱的过程爬到了山顶，到了山顶发现，我去，什么都没有，房子没有，吃的没有，什么都没有，天气还不好，你们2个人需要创造。所以婚姻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我们2个人得首先有这个能力，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你们2个人到了一无所有的山顶，你俩只能吵架呀。现在不就是相互埋怨的过程吗？埋怨的根本是什么？没能力。所以我觉得，如果当你们个人能力不足的时候，真的不适合走进婚姻，消磨对方，消磨彼此，更内耗自己。20多岁的2个人看起来像40多岁的人，一点朝气都没有，一点都感受不到生活的热情。为什么要结婚？爸妈把你们生下来抚养到现在，不是让你们进入婚姻去受苦的。所以我觉得先成长吧。真的，这婚可能不着急离，但是也没有必要在一起。2个人先各自都反思成长，觉得自己长了这个本事了，有了这个能力了，我们俩在一起过日子。你是客服，对，每天都在和人打交道，是的，和陌生人打交道，和情绪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对，很明显，你们2个人在社交能力上就是天壤之别啊！你是有社交能力的，熟人、陌生人你都能打交道，各种情绪到你这里来，只要你是本着一个职业的状态，你都接得住，对吧？对。但是你再看看你们先生，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多社交能力的人，所以才会出现当别人在单位给他坐冷板凳的时候，他选择的是我不跟你破局了，我扭头走，我自己辞职还不行吗？
所以当一个有社交能力的人和一个没有社交能力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对于对方的评价自然就会不一样。你在用你的标准要求他，所以他到底有没有破局的能力？他没有。他在社交力这一点上，包括他逃到网吧，躺在家里去打手机，这一系列的做法都是在让他意识到他要和外界做隔绝，他要和复杂关系做隔离，他不愿意进入到那些复杂的关系里，他没有在这方面刻意的去培养和真正的去成长。如果说未来成长，这才是他真正需要成长的地方。所以你们两个人爱与不爱的这些话，对于你们来讲，先看到对方真正需要成长的那部分成长起来了，然后再说你爱和不爱。所以人真的是要反思你需要成长的那个点是什么。我不会给你画饼，告诉你成长的空间很大，你就破一个点的局就可以。尝试着用送外卖这一个动作，学会与人打交道，学会处理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各种各样问题、各种各样事，那对于你来说就是破局和成长，不是走不下去。谁的新婚没有磨合呀？有的走10年、20年也都在磨合期。但是当你都在为了这个共同的利益团体去奉献出自己力量的时候，慢慢的谁都离不开谁。姑娘，我觉得你也不会沟通，你看你们那么多的那个短信的来来往往，我觉得你简直就像不停的在那里就不停的射击那样，都机关枪一样的，你完全也没有给他去表达的空间。各自成长加上有效沟通，这才叫幸福。男生有想过老板为什么要开掉你吗？没有，是我主动辞职的。你还以为你我不给你开掉我的机会，对不对？那你在干什么呢？你在逃避嘛，对吧？知难而退，所有的问题都是这样。干3天了，这不行，我撤了。但是你边上这个人，你退得了吗？你干嘛不主动辞职啊？因为你心里知道，我只要写个检讨，我只要认个错，哎，你就不会开掉我。换句话说，你可以离开那个公司，你可以离开那个工厂，你可以不去送外卖，但是你不可以没有他。为什么呀？因为没有他你没有收入啊，因为我辞了职，这他可以养我呀。你没有压迫感，你没有压力，遇到挫折你就躲，因为你知道我有一个窝。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幻象。如果你不能第一时间现在立刻就意识到这是压力，有可能或者是极大的可能性，你们今天这个舞台就出不来了，你就会分手的。因为他来的目的就是给我一个动力，让我和你分开离婚。所以女生现在不需要你故作姿态的说呐喊说我都到爱宝的舞台上了，我要跟你离婚了，没有用。你今天做的特别明确的一件事就是什么？把你们之间的财务分开，你不要他那点钱，然后不要检讨书，我们要一本账。这本账是什么？我们1个月的家用多少钱，1分为2，你应该付多少？你付不出来，你就请你走，因为你没有这个资格，你没有这个能力和我共担这份责任。不要给他留任何的余地了，不用去挑那些什么袜子没洗干净啊，你又在那打游戏了，不用，你要给我按时交上家用来，这是最起码的责任。否则直接开掉这个员工不合格，道理他都懂，你得逼着他走出这一步。如果他走不出来，那赶紧分，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曲总。那接下来我们2组嘉宾先回到门后。欢迎大家通过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第1组嘉宾他们2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来，3、2、1，请开门。哎呦，哎呦，哇，这还能出来啊？日子还是得过呀，来吧，走到那个心尖尖的那个位置。有啥要说的吗？我谢谢媳妇儿能够包容我，能够再次给我这个机会。
他刚才跟我说他会改，然后呢，我也在想，我们两个也在这个婚姻的过程当中尝试着重新恋爱吧。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抱抱抱抱抱抱抱。好，请亮灯。希望你说到做到啊，别光谢，得有点行动，好吗？好，祝你们幸福，谢谢你们。好了，那我们要接下来揭晓第2组嘉宾的结果了。同样呢，在开门之前要提醒一下，如果您有情感困惑的话，大家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微的公众号、视频号，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去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抖音账号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报名。那大家一定要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好，我们一起来开门看答案。3、2、1，请开门。哎呀，谁要出来的？我要出来的。我猜也是。你不是要离婚吗？我觉得我也有点问题，不能一味的指责他，也需要给他一点鼓励。这样的话他也能尽快的长大，去成长。咱不能拿离婚吓唬人。第一，不能这样做；第二，没啥用，人根本不怕。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好吧，亮灯吧。你抱着他说了句啥？我说我会好好改的，回去之后。你打算怎么改啊？保证书。用行动啊。啥行动啊？回去好好找个他想象中的那种，就是固定上下时间点的工作，不是这种兼职了。这也得能找着啊！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干什么事儿，你只要能坚持下来，认真努力的去做，知道这是你不得不完成的，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对吧？别这一说要找工作，这好嘛，找不着又在家躺着了，对吧？啊，行，祝你们幸福快乐啊，好好的过每一天吧，谢谢你们，来，谢谢老师，非常感谢我们的各位老师，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了，我们下期再见。